怎么了？行动失败了？你给我闭嘴！你不是说水母组让我们活不到3更，那怎么现在到5更了？你他妈给我闭嘴！组长。 别动！
带走。喂，是你？是我，对不起啊，今天出了一点意外，耽误了。我现在还能去见秦老先生吗？哎呀，老帅早就休息了，他今天刚出院，身体还没全恢复。你看这半夜3更的，让他来。老帅，您怎么还没休息啊？老帅说了，请你过来。好，谢谢。从现在开始，秦家的电话线路不许再接通。好，知道了。小飞，小飞，走了。赵如云，赵如云，赵如云，叫救护车，快！走，进去。廖振京已经请光学师调过了，按你的习惯。谢谢。怎么样？账房那边一点动作消息都没有。报告，外面人到齐了。知道了。那司令，现在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呢？听天由命吧。开会。是。没错，没错。3年来，你的样子没变，
只是眼神少了些害羞。3年了，是可以改变一个人。是啊，尤其是质量走了的这个3年。这是怎么回事？啊，刚才发生了一点意外。贺公啊，不瞒您说啊，保密局暗杀组窃听了你们家的电话，知道我们要来见你，所以他们就绑架了欧阳祥林同志。不到1个小时之前，他在刚刚寺里逃生了。绑架？就为了你要来看我？就像今天上午在医院，殷先生遭遇刺杀一样，又或者像3年前，有人不愿意在反内战的集会上看见您的身影。至于是什么人，又为什么，我想您会比我更清楚。司令，大家都等半天了，该开会宣布命令了吧？诸位，接国防部和华中剿总紧急电令，共军南犯衡州告急，命令我部停止南撤，紧急救援衡州。质量跟我说，你们俩是认真的。我说好啊，那你带他来见见我。可是他左拖右拖的，我还催过他几次，可是没想到后来。他不是不愿意，是因为纪律不允许。秦老先生，有件事情我必须跟您承认。质量和我都是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当初他瞒着您，在您身边工作，就是为了要一个合法的身份。质量走了之后，保密局来找过我。他们说质量是共产党的间谍，埋伏在我身边搞情报的。我一个下野20多年的老头子，有什么情报可搞的？我只知道，他在我身边的这些年，工作上是兢兢业业，对我是尽心尽力，没有任何对不起我的地方。相反，我自己党内的那些黑手处心积虑的要我的命，而质量豁出性命来救了我。比起国民党的那些人，质量的人品要比他们高得多了。我也欠他太多了，所以他是什么党我不在乎。和质量一样，你是什么党，我也不在乎。
我就想尽我的所能做些补偿。我这次来，不是为了要补偿你，因为当初知亮他是自愿的，无怨无悔。可他那么年轻，为了我一个老头子去送命，不值得。值。他不是为了保护你一个人的生命，他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听见您反内战的呼号，为了更多的和平和希望，为了更多的中国人不再自相残杀。这其中也包括您一手创建的储君。何公啊，我们这次贸然登门，就是跟杨志良同志当年一样，是为了和平。因为就在当前，前线战火将临，楚军危在旦夕。带着那个熊，真当我们是后娘养的，想怎么整就怎么整。我和你妈把话放在这儿，谁愿当孙子谁去叫，拿老子当炮灰，门儿都没有。吵什么吵？司令长官还没发话呢，都听唐司令的。诸位，不要激动啊，都坐下，坐下。哎呀，我觉得这个何师长和各位同仁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啊。现在救援衡州，确实这时机不够成熟啊。哦，此话怎讲呢？这其一啊，连日大雨，部队长途行军，疲惫不堪啊，这总是事实吧。其二，南下的共军多达数十万之众啊，而且攻城拔寨啊，连战连捷，以我区10万疲惫之师，怎么去抵挡士气正旺的虎狼之地啊？这不是以卵击石吗？话说回来，这个衡州啊，就是区区一小城，弹丸之地，何必要守之不让呢？以唐某的拙见，不如请衡州守军放弃守地，随同我部一起转向南进，待日后共军薄弱之时，再觅战机，这也不迟嘛！啊，不知道诸位意见怎么样啊？你们要是同意的话，我会以司令长官的名义，向上峰反映你们的意见。张副军长，这是兵团的军事会议，你这成何体统？哦，这是兵团军事会议啊！我还以为是哪个新兵蛋子说梦话呢。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没什么意思，我就想问问唐司令是什么意思？华中剿总的情报里说的清清楚楚，据飞机侦察，共军前往衡州的先头部队仅仅不到3万，何来几10万大军呢？就算没有飞机侦察，唐司令
也算是几十年的老航母了吧？这共军前天晚上才拿下的越城，200多里的距离，就凭2条腿，他主力部队是飞过来的。这是您说的其二。再说其一，我军冒雨行军是不假，莫不成这老天爷是长了眼睛了？这雨只下在我军头上，这共军几万先头部队不是冒雨行军吗？再说了，他们2天2夜多跑了1倍的路，又是谁更疲惫不堪呢？诸位，我军现距离衡州30余里，明天一个上午，轻轻松松足够赶到，而共军还有100里之遥，累死累活，明天晚上能挨到衡州的边已经不错了。到时候，我军休整已毕，正以逸待劳。衡州城内还有2个师的守军，以数倍兵力，内外夹击3万精疲力尽的共军，必获大胜，何谓以卵击石呢？共军先头部队的后面还有几十万大军呢。放心吧，我的唐司令。明天晚上，共军的几十万主力是赶不到衡州城下的。到时候，我们打完就撤。共军就算有100万雄师，又能奈我何？闹了半天，这唐思远要改换门庭了。贺公啊，眼下的问题，首先不是唐思远明天的起义是否成功，而是明天的衡州城下，楚军正被人驱狼吞虎，危在旦夕。你是知道的，楚军在蒋介石那里历来不被重视，3年内战也基本上是被搁置在一旁。可眼下国民党大厦将倾之际，人家却指使楚军要与我军一战，这分明是要断楚军的后路啊！老师，我知道在您心里头，我就是个背叛信仰的不孝之徒。我的话您可以不听，但是楚军毕竟是您一手建立的子弟兵，本来您就一贯反对内战，当此关头，又何忍让楚军的众多袍泽被人当枪使，血染于内战的沙场之上呢？既然解放军不想交战，那又何必急于要拿下衡州呢？为什么不缓一缓，让人一步吗？衡州，解放军是非打不可。按你们所说的，第10兵团也已经在召开作战会议了，箭在弦上。现在你们找我这个老头子，又有什么用呢？何况第10兵团战与不战，取决于楚军；楚军战与不战，取决于廖杰呀。何况您觉得廖杰会主战吗？各位，我说2句吧。衡州者，扼荆江所下游5省之水，
历来是兵家所必争，岂可谓弹丸之地？今共军对衡州志在必得，我军更不敢轻失。明日一战，我军挟天时地利，胜券在握，又怎能坐失良机呢？倘若一战成功，大挫共军的凶焰，江南半壁战局或可就此改观，也未可知啊。就算是共军集结主力，日后大举来犯，我军届时不得不退出衡州，那也是大胜之下的乘胜转进，与不战而逃，岂可同日而语？参谋长，所言极是啊。有的人呢，大半辈子了，从来不敢打硬仗，一直是墙头草两边倒，畏敌如虎。当然，我说的不是在座的各位啊，我知道，楚军的弟兄们里面没有这样的怂包软蛋，特别是我们的廖军长，您的忠勇早就闻名于党国的朝野。各位还记得民国27年的武汉大会战吗？廖军长当时那时候还是个团长啊，团长也不简单呐，年轻轻的就当了团长。有人为这个还说些闲话，说他这个团长受了父辈的余荫才当上的。但是我们这位廖团长带着他的弟兄们在长江边与日寇大战7天7夜，2000人的队伍打得剩下不到200人呐。廖军长更是身中实弹，扔不下火线，硬生生把日本人挡在防区之外，守住了阵地。何等的英雄豪杰，怎不令我等钦佩？这样的庄老，打日本鬼子和打中国人，最好不要混为一谈，好吧？庄老，日寇也好，共军也罢，都是党国的大敌，敌人就是敌人，有什么区别呀？廖军长，当年日寇入侵，你慷慨赴国难，如今又是党国危难之际，生死存亡之秋，须知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明日衡州一战，关乎党国的存亡，关系到楚军的名声，打还是不打，弟兄们就全等你廖军长一句话。当年这个混小子就是一根死脑筋，只听军令不听我的话，何况今天呢？他要是不打的话，就等于是在向我服软，所以我估计他现在慷慨请战，恨不能在我的面前呢。可庄将军说啊，在廖杰心里头，其实最敬重的还是你。更何况此一时彼一时，当初剿共，那是国强共弱，可现如今，党国已经土崩瓦解，来日无多了。为了楚军的前途，要是这个时候真有您一声劝告，我想廖杰他不会再一意孤行的。各位，
若是在座的哪一位想要逞匹夫之勇啊，你就尽管去逞吧。我老庄只想提醒一句啊，我们楚军并不是在座的哪一位拉起的队伍，打下的江山，切莫宰卖了野田不心疼。庄高参说得好，宰卖野田那是不孝子孙呐。楚军自建军以来，就号称打死不认输，几十年一场接一场硬仗打下来，才落得一个响当当的铁军称号。如果明天在衡州城下怕了、软了、畏战难逃了，那恐怕这几十年的名声就毁于一旦喽。廖军长、何师长，诸位，你们愿意当不孝子孙吗？那可是宰卖野田，愧对楚军先贤呐！姓钱的，看不起我们楚军。我看得起看不起重要吗？是英雄是狗熊，战场上见真章啊！好啊，那你就带着你的部下，给我打一个漂亮的仗，让老子也看看。对，你跪着，这还轮不到你说话。廖军长说得好，军旅大事，谁说了都不算，军令说了算。正所谓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在践行这一点上，廖军长是我们的好榜样。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3年前廖军长奉命重返战场时，有人反对，但廖军长说忠孝不能两全，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服从军令，这正是军人的典范，我辈之楷模呀。不过廖军长，3年前你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服从军令，如果在今天这个当口上前功尽弃，那您的忠孝不能两全，恐怕就成了忠孝两不能全了。你想一想，难道说你3年前排除万难所做的决定，就是为了今天告诉大家，我当时是错的，而且一错再错，错到底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这不是徒留笑柄，让大家从心里头把你给看清了。廖军长，廖军长，你可要多为这10万兄弟着想啊！廖某，军人也，军令如山，自当服从。好，你说打，我们就跟着打。愿服军令。好，这才是楚军。唐司令，廖军长和各位将士是这样的忠心爱国、大义凛然、慷慨请战，那这份救援衡州的命令，咱们是执行了还是不执行？
全体起立。明日清晨，我兵团全体开拔，救援衡州。哎，这榆木还真疙瘩呀！啊，该通的不通，反倒是堵了，真他娘的窝心呐！就算廖姐现在听我的，但是这个时候会已经开完了，局势已定，所以你们来晚了。何公，这点我们清楚。尽管是保密局暗杀组的破坏，使我们这一趟已经来不及改变第10兵团作战会议的结果，但是我仍然相信事在人为，会有补救的办法。哦，说下去。现在是不知道会议的结果，如果是好结果，那当然是求之不得；即便是结果不尽人意，第10兵团仍然决定去增援衡州。仗毕竟要等明天晚上才打嘛。文师长的意思是，如果实在不行，那么至少我们可以争取唐思远的2个师阵前起义。明天还有1整天时间，如果谈成了，我还来得及赶赴前线去接洽此事。如果老师恳劝廖姐，哪怕就写上1封信，我都能一起带过去。到时候促成楚军和唐齐部队共同起义，还是有可能的。要是殷署长希望我写一封劝降信的话，那我也劝你趁早打消这个念头。老师，殷署长，这个称呼我担当不起。我秦某人一生虽然无德无才，但是自同盟会成立起，我就追随先总理，为三民主义之信徒。这些年来，虽然党国落入宵小之手，但是我个人的信仰没有改变，这是其一。其二，楚军的传统，宁死不降，这是我和远峰兄一起立下的军规。我虽然不愿意看到内战的相互残杀，但是我也不愿意看到楚军的军规毁在我们自己的手里，我们自己的队伍临阵倒戈。要这样的话，秦某何成秦某，楚军何成楚军呢？别人改弦更张我管不着，但是要我秦某临老了背弃楚军的军魂，做三民主义的叛徒，我有什么脸面将来去见先总理和远峰兄啊？何公，我们不要求您改变信仰，也可以不要求楚军明天临阵起义。我们仅仅只是希望，在明天的衡州城下，楚军能够回避与我军交战，因为毕竟他们是您亲手带出来的子弟兵。在此，我们当大厦将倾之际，您也不希望他们去给如您所说的小小之辈当了炮灰吧。第10兵团战还是不战，
目前我们都还不知道，所以容后看吧。那好，这样，唐随岩那边有什么消息，我会及时的再与你沟通。总之，我们中国共产党愿意尽最大的努力，也一定会尽最大的可能来避免这场不应有的流血牺牲。至于你要不要全了解，由您自己决定。钱老先生，有一件事情，希望您能够同意。为了防止消息泄露，我想把您的电话换成保密线路，这样任何人都无法监听您的电话。希望您能够批准。这要多久啊？等事情结束，我们马上就换回来。好吧。我也有一件事情。您说。把门外那些守卫，不管是明的暗的，统统撤走，现在就撤。我秦鹤年不是犯人，不需要一天到晚有人看着。方站长，请进。石大组长呢？怎么不见他打架呀？班长，请用。方站长。这么晚来，有何贵干呢？不敢呐，我能有什么贵干呢？这大半夜的，还劳动水母组大搬家，真是辛苦了。我就是过来看看呀，方某给贵组找的这个第二据点。石组长还看得过眼吗？不错，站长费心了。费心？原来我方某人也是为贵组费过心的人呐。哎，我就不明白呀，你池大组长怎么就不舍得为我方某为松江站费那么一丁点心呢？三更半夜的，我就说方站长这么有精神头，兴师问罪来了。岂敢呐！你水母才是堂堂的行动组长啊！昨天晚上在行动之前，你只管发号施令，把我
松江站的人指使的团团乱转。他们连你池大组长到底是什么神机妙算是一无所知。到头来，逻辑组张如云，我的2员大将啊，都折在你的手里。要不是兄弟们效忠党国，视死如归，我这个松江站的站长现在恐怕早就是共产党专案组的座上宾了。怎么？怕了？怕？笑！我方某为了党国大业，何惧一死啊？我只是可惜呀，你池大组长折腾了一晚上，除了损兵折将，你捞到什么了？对了，你捞到了共产党把你的大本营抽了个底朝天。尹天松呢？不是还活得好好的吗？都说水母组行动谨慎，从不失手啊！我的松江站是久闻大名啊，兄弟们为此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他们偏偏是无缘得见呐。如今他们在九泉之下，恐怕是不免寒心吧。善郎，什么意思？毛局长发来的嘉奖电刚到，松江站也在嘉奖之列。我们从理查饭店抓到了2个逻辑组的手下，正在审讯中。就他们交代呢，他们只是国民党保密局松江站的这个外围潜伏人员，平日里受逻辑组一人领导。就他们知道的，只是逻辑组有一个上线，就是国民党保密局松江站的站长，代号叫浦江。可是这个浦江究竟是什么人，他们也不清楚。金家的保卫工作就这么撤了，会不会有什么隐患？要不要暗中再派些人手？市长，您看啊，离远了不起作用，离近了，像秦老先生和他的副官都是老行伍了，也不可能很长时间瞒过他们的眼睛。再有就是就我们的判断，秦老先生应该没有性命的危险。怎么说？您想啊，如果秦老先生是水母暗杀组的目标，那他们以前的机会多了，下手等不到现在。而且就昨天的酒精中毒事件来看，他们只是想用秦老先生当成诱饵来引诱殷千素先生。我们现在知道了敌人背后真正的目的是让楚军救衡州，在这个时候，他们应该不敢动秦老先生。那倒是啊，正逼着廖杰去卖命，总不能背后杀他的爹吧？喂，什么？请进。请说，怎么了？刚刚收到的第10兵团作战会议结果。原来池组长大动干戈，是为了第10兵团的作战会议呀。知道就好。现在第10兵团顺利前往衡州救援。毛局长电令，嘉奖所有参加园丁行动的有功人员。你的那2员大将，也算死得其所吧？
我的人效忠党国，当然是死得其所。木鱼倒是死而复生啊，而且还帮着共产党摆了你一道。不知道池组长在给局里的嘉奖店里有没有把木鱼也列入其中啊？这是我自己的事情，我可以解决，不劳站长费心啊。我倒懒得费这个心呢。可在毛局长的这个电报里，嘉奖归嘉奖，这电文的背后可是罗列了一大堆的问题吧？共党专案组副组长既已落入我手，何以仍失守为共党所救？水母组一再展开刺金行动，因签诉又何以仍未服诸？行动已进入第2阶段，隐患重重，仍未消除。召该组于小胜之余总结教训，速定周全之计划，切实执行，勿一劳永逸，根绝后患毛人凤。支组长，在这份电文里，毛局长好像是忧大于喜呀。而这一桩桩一件件，哪一样不是拜木鱼所赐啊？记得当年我在机要处的时候，就曾耳闻，水母才是1号杀手啊！一应精妙周详、神出鬼没之行动计划，尽在水母之手啊！木鱼是2号，听命于水母，临场只做拾遗补缺而已。怎么这几年不见，1号反倒输给2号了？池大组长一再败于木鱼之手，究竟是真的这技不如人呐，还是你心念旧情？呀呀呀呀呀呀！我不是说了吗？我自己的事情，我可以自己解决。方站长只需要配合我们的行动，剩下的事情1日之内，松江站静候加议。1日之内，好，那我就等着池大组长捷报频传了。振鹏送人。昨天在医院就该一枪打死苏文谦，现在的话落得被松江站的人知晓。北伐，你怎么也胡说八道？我们不是已经让第10兵团去救衡州了吗？连局长都发了嘉奖令，师说的是那师傅放他一马，师傅自有打算。输了就是输了，哪儿那么多理由啊？
我就是输给苏文谦了，用不着你帮我分饰太平。我错了，师父。哪里跌倒，就从哪里再站起来，不就完了吗？是。龙桥，你来值班，等待磐石的消息。天亮第10兵团出发前，那个汤掌柜应该会和共党谈好新的筹码。是，师父。司令，您这是一夜没睡啊？又是风又是雨的，您别着凉了。你说，这白菜能卖这个肉价钱吗？掌柜呼叫账房，本店部分货物予拆分发售，售价如下。磐石呼叫铁路局，10号剩下将拆分卸货，计划如下。早啊，你都不睡觉的吗？昨晚回来睡了几个小时，刚和大谷接的班。干我们这一行，训练过，几天几夜不睡都没问题。谢谢啊。还能看到初升的朝阳，呼吸到露水清香的空气，真好。谢谢你。谢我干嘛呀？昨天晚上又不是我救了你的命。但是我听组长说，你直到最后一刻都不肯下车。我应该谢谢你们。3年前，我因为那次失误，整个人一蹶不振，每天都像行尸走肉一样。虽然活着，但心已经死了。直到遇到小雪和四叔，我才感觉我的生命有那么一点点意义。昨天晚上在钟楼广场，尽管我知道我可能随时被别人开枪打死，但是我一点都不恐惧，反而心里特别宁静，特别踏实，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这几天跟你们在一起，其实我特别受触动。你们让我有了新的动力和方向，让我有了新的信念。我怎么都没想到，我还能重新找回这样的感觉。我感觉我的心
又活了。我也一样。松江人民广播电台，松江人民广播电台，全体松江人民，今天是1949年6月10日，看，太阳已经升起，我们又迎来了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的一天。师傅，刚收到的局里发来关于磐石的最新电文。喂，先送吗？柯弟兄啊，刚刚收到唐思远来电，他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起义计划。哦，什么计划？唐思远计划派他的2个嫡系师担任救援衡州的主攻部队，而楚军的主力则留在后头担任预备队。也就是说，今晚衡州城外，唐思远的2个师要挡在石兵团其他部队及攻城解放军之间。对，一旦解放军开始攻城，他就带领他的2个师突然宣布阵前起义。如此一来，其他部队就被自己人挡住了去路。主意倒是不错，唐思远也会冒不小的风险呢。是啊，如果解放军一时攻不下衡州城，一旦楚军反应过来派兵平乱的话，那他的2个师在廖杰的手下可就是盘菜呀。以唐思远的性格，不会平白冒这么大的风险。他有什么条件？他的条件，第一，即将召开的新政协必须给他留个席位；第二，将来得保证他兵团副司令或者是正副副部长以上的职务。这2个杂牌保安师，这是白菜要卖个肉价钱呐。他的意思是，只要帮着解放军拿下衡州城，就必须值这个价。不仅如此啊，还有什么？我估计啊，他也知道自己的本钱不够，所以他还提出了必须要拿到中央军委领导中任何一位亲笔签署的文件担保，由我送到衡州前线，今天晚上12点以前送到他手上，他才肯按照这个计划起义。我即可将唐思远的要求上报中央军委，请军委尽快的研究。你也电告唐思远，让他按计划做好起义的准备，等候军委的答复。松浦机场。没错，从北平送文件过来，最快的方法就是坐飞机直飞松浦机场。而想从殷家去松浦机场，不管从哪条道，殷千素都必须从松江码头过浦江。地点有了，可时间没法判断。能判断，下午2点到5点之间。为什么？唐思远漫天要价，你总得让共党领导们商量吧。商量完了，还得准备文件，再从北平城里送到西郊机场，再从西郊机场到松浦机场，再怎么快也是下午2点之后才能到。反过来，衡州没有机场。共军攻占离衡州最近的机场，也是170多公里以外的临岳机场。他殷千素再快也得飞2个多小时。那么临岳机场到衡州的这条公路呢，又因为打仗早就已经炸得稀烂了。就算共军提前准备好越野吉普，在路上也得坐4、5个小时，他才能到达衡州前线。也就是说，如果他在下午5点之前还不出发，今天半夜前他就不可能见到唐思远了。所以这笔买卖成不成啊，就在下午这几个小时之内了。具体几点，
就看磐石的进一步消息了。而我们现在要做，就是在下午2点之前，让殷千素在松江码头上西天的准备。妈妈，你说这个表还能修好吗？一会儿我再去问问。松江这么大，一定有能够修得好它的地方。妈妈，那个怎么了？昨天下午放学，我经过小吃摊，怎么没看见那个白胡子啊？你不是说他都已经出院了吗？怎么还没好啊？他没事儿，你殷伯伯已经打电话问过了。那他昨天怎么？你还真想让他每天都去学校门口看你啊？他毕竟生病了嘛，需要好好养一养。妈妈，我帮你。乖。妈妈，等一下，我先练弹弓，再去学校好不好？你最近瘾怎么这么大？妈妈，你不知道，前天晚上我和蛋糕叔叔练了好厉害的招，不练可不行。前天晚上你不是？哦，不是，说错了，是前天早上。妈妈，蛋糕叔叔真的很厉害，可比苏爸爸还要厉害呢。净吹牛，哪有人打弹弓比你苏爸爸还厉害的？真的，我之前也不信，亲眼见了才知道，真的比苏爸爸要厉害。那行，就半个小时。谢谢妈妈。去吧。秦老师啊，王老板。哎，秦老师啊，曾先生来电话。陈阿姨这边来了。陈阿姨给你电话。好，谢谢。不客气。喂，是我。我记得今天上午小雪只有2节课吧？哦，对，今天全市不是为了庆祝松江解放有个什么文艺汇演吗？小雪他们班的节目刚好选上了，所以提前放学让他们准备一下。正好，今天我们专案组也通知了，1点之前全体休息。我跟组长也请了假，一会儿我去接小雪放学，中午我来做饭。那太好了，小雪这2天啊净盼着。那咱们一会儿见。啊，哎，等一下，你记不记得你有一块老式的怀表？老怀表？不都坏了好几年了吗？对，我那块前2天不是也摔坏了吗？我拿去给钟表店的师傅修，师傅说那块表的零件特别难找，你那块的型号刚好跟我那块是一样的。哦，我知道了。那个老怀表坏了以后，我就一直给小雪当玩具。你去找一找，应该在她那堆旧玩具里。行，那我找找，我就拿去用了啊。谢谢。谢什么呀？一会儿见。殷先生这么有兴致啊？嗨，我这人呢就这么点小爱好，喜欢拍点东西，尤其是蝉，所以每年一到夏天，我都会给这棵树上的蝉拍照。殷先生为什么这么喜欢蝉呀？苏教官，你不喜欢吗？我说不上喜欢吧，我就是不喜欢他们老叫的这么大声。苏教官，你读过法布尔的《昆虫记》吗？以前读过一点，但是印象不深了。我记得法布尔在《昆虫记》中，对关于蝉有这么一段描述，是这么说的：
禅的地下生活大概是4年。此后，日光中的歌唱不到5个星期，4年黑暗的苦功，1月日光中的享受，这就是禅的生活。我们不应该厌恶他歌声中的反吵浮夸，因为他决斗4年，终于可以在温暖的日光中沐浴着。那种魔的声音能够高到足以歌颂他的欢乐。所以啊，我喜欢给禅拍照。每当我在生活中遇见什么过不去的坎儿，我常常就会在想啊，小如一只蝉，为了光明，都能在黑暗中坚持4年，更何况是人呢？是。说的真好。啊，对了，下午啊，我可能就要走了。这几天真的是辛苦大家。这样，我呢，给几位拍张照片，留个纪念。太好了，俺大姑还没拍过照呢。来，兄弟，咱俩合一个，来。看我这儿啊，预备。好嘞，谢谢于先生。欧阳副组长，你也来一张呗。来一张吧，副组长，来一张。好，看我这儿啊，1、2，来，特别好。谢谢殷先生。来，苏教官，我也给你拍一张。哎，我不照相，殷先生，我真的不照相。殷先生，苏教官以前的职业不允许他照相，可能他不太习惯，您谅解一下。苏教官，你以前的职业我也听说了。如果说过去的你不得不隐藏在黑暗中，那你不喜欢拍照是很正常。那么今天的你，已经不再是那个隐藏在黑暗中的杀手，而是在阳光下维护正义的战士。缠在黑暗中4年，当你来属于他的光明时，他也会在阳光下享受放声高歌的快乐。而我想，这份光明与快乐，不同样应该属于你的吗？是不是？苏教官，来一张吧，苏教官。教官，来一个吧，快，来，过来，大公，来一起。好，来，预备，1、2。先生，还我，照我一个。哎呀，行，来，往左边点。对，好嘞，看我这儿啊，看这儿。来，准备了啊，1、2、3。枪管加长100毫米，口径加0.1毫米，做防水处理。子弹加500毫克发射药换钨钢弹芯，口径加0.1毫米，紧锁膛线。钨钢弹芯还加大口径，这枪管用不了几回就废了。我只打1发。什么目标？那么大风，那么远距离，这你就别管了。总之，我今天下午就要。3年了，我就求你1回都不能答应吗？啊！也就是因为时间紧，只有你手艺又好又快，才找你。
我手艺好不是用来给你对付阿谦的。能不能不要这么偏心啊？我要是任务完成不了，保密局是有家法的。你的任务关我屁事。实话告诉你，我这一回找你改枪，就是为了阿谦。为了谦子？你不是希望我们俩和好吗？我这回可是想破了脑袋才想出来的办法。什么办法？天机不可泄露，我说出来万一不灵了呢？总之啊，这一回你帮我把枪改了，我保证今天晚上12点之前，我保证苏文谦和我和好如初，怎么样？小佳，你不会又动什么坏脑筋了吧？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不相信我呀？如果这回我办不到，你一枪崩了我行不行？你保证这枪不是用来对付阿谦的？我把苏文谦当祖宗拜啊！下午1点之前，啊，我这出将相和能不能唱得了？看你。有人在吗？请问一下，这是马师傅的钟表修理店吗？说好了啊，等我打弹弓赢了蛋糕，分给你们吃啊！好啊，好啊，好啊！你喜欢吃什么味儿的？那个吗？巧克力味儿的。啊，你们2个和上次一样。豆子，爸在这儿呢。可以说。儿子这边。爸爸，爸爸来接我了！爸爸来接我了！哎呀！爸爸来接我回家喽！老师表扬我了。那就对了，你看爸给你带的什么？你最爱吃的烤地瓜。烤地瓜呀！爸爸真好，咱们回家。好了，儿子，走了。哎呀，爸爸抱你一路可抱不动啊！啊，小雪，爸爸，抱我起来。啊？快呀！哦，哎呀，苏爸爸想死你了。今天苏爸爸专门请了假，要给你做饭吃。晚上想吃什么呀？要吃鱼，还要吃红烧肉。好，爸爸给你做。走，买菜去喽。走了，回家喽。我要吃红烧肉和鱼。怎么了，师傅？这表是修不好吗？我问了很多家，都说修不好，才打听到您这儿来。啊，姑娘，倒也不是说修不好，我跟你听了一下，这表好像是里面的齿轮短了。像这种老式的德国军用怀表，松江市面上都难得一见，恐怕配件不太好找，修起来很贵，不划算。没关系，只要能修得好，多少钱都可以。啊。哦，对了，我这里还有一块一模一样的，不过也坏了，您看看有没有什么配件是能够用得上的。刺杀白松喜的时间必须在武藤到达的30秒内。现在对表。
这么少见的表，你怎么有2块啊？啊，都是家里人留给我的。您看这表您修好需要多长时间？多少钱？啊，还不知道能不能修好呢。先不说价钱，这样，你明后天再来，要是修好了再谈钱，好吗？行，那麻烦您了。过2天我再来。你慢走啊，当心一点。这就是当年被你打瞎眼睛的那个秦家姑娘吧？当年啊，她没见过我，我倒是见过她呀。没想到当年你送她的那块表，她还留着。我只给了她1块表。是啊，阿谦这块表怎么会到她手里呢？你去哪儿啊？找到了。松江市的地下排水系统，还是清朝末年英国和法国殖民者修建的，仿的是伦敦的地下排水工程。高大宽敞，4通8达，当年堪称是远东第一呀。可惜了，半个多世纪了，有很多地方都淤塞了。当年国民党政府只管打仗，我向他们呼吁了多少回，可没人修理呀。没想到新政府刚刚成立，这么快就修下水道了。几10年前的资料保存得如此之好，您费心了，我代表人民政府感谢您。哪里，能为松江的城市建设略小微薄，这是我的荣幸，也是我的心意呀。那这图上所有的下水道，哪些淤塞，哪些畅通，您可否了解啊？你可问对人了，哪一条哪一段，我全都知道。那就好。请问，连通松江港附近的下水道，有哪几条是畅通的呀？松江港，那已经是全市污水排往浦江下水道的末端了，都是通的。现在淤塞的应该是这几个地区。林教授，其他的先不着急，你就先把松江港附近连通浦江所有畅通的下水道先标出来。可是那些不需要清理。我们搞清楚哪些是畅通的，其他的都要清理的呀。那好吧，你看，过来这儿。
回来啦，慢走啊。这是怎么了？刚才接你的时候还兴高采烈的，怎么现在又垂头丧气的？那还不都是为了做给金豆看？哼，谁让他气我？那金豆都看着了，你怎么还不高兴啊？再怎么样，他叫的也是爸爸，我只能叫你苏爸爸，还是我输。小雪，你看这样行吗？如果你愿意的话，算了。怎么了？你说呀。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也可以试试，把那个苏字给去。爸爸。史铁成也没想到，秦鹤年的女儿，当年锦衣玉食的大小姐秦子舒，居然会住在如此简陋的地方。
而他颇为欣赏的那个天才弹弓手小雪，就是他的女儿。而且，不但整个住所毫无男人的生活痕迹，小雪也随母亲姓。你是不是还在想刺杀武藤的事情？这件事不怪你，它本来就特别危险，不适合你去做。是我不应该提这个要求。你真的不怪我？怪你？为什么要怪你？你是我喜欢的人，是我的爱人。我应该去保护你，不受到伤害。为了这些，任何的任务我都可以放弃，包括刺杀武藤。